他是開封百姓口中的金葉俠客，也是黃河之上第68代河伯。他曾從契丹刀下救過一城百姓，也曾在洪水到來時揮刀斬向滔滔濁浪。從不信神的清溪医者到黃河上的神明，朱瑜這一生究竟經歷了什麼？公元962年，河伯失蹤已過去2年。近日，於百川一帶大雨連綿，博浪沙水勢漸漲，萬古一人殿前天雷閃電大作，好似夾雜着神龍的低吟。百姓人心惶惶，紛紛聚到殿前，祈求河伯出世，龍王顯靈。可河伯真的會顯靈嗎？帶着這個疑問，我們推開了萬古一人殿的大門。本以為能在殿中找到退洪之法，卻在地下密室裡發現了一封第68代河伯朱瑜留下的遺書。我們第一次知道，所謂龍王並非神獸，而是化龍丹造出的治水工具。他們被迫吞淤治水，換來一方太平，卻會在15年之期到來時陷入無法挽回的瘋狂。2年前身隕的朱瑜，最後放心不下的竟是那條名為阿魚的龍王。這一切還要從他尚未成為河伯的時候說起。朱瑜原是清溪弟子，每年重陽，清溪總會格外忙碌，泡菊花酒，縫茱萸囊，去村設義診。事情一多，師弟師妹們便習慣性的去找朱瑜，一聲聲師姐喊過去，仿佛再難的事到了他那裡都有了辦法。朱瑜從不覺得煩，這樣的聲音總會讓他想起很久以前弟弟妹妹還在的時候。那時的9月9，村子裡也熱鬧，婆婆縫着茱萸囊，爺爺靠着籬笆喝菊花酒。太陽快落山時，弟弟妹妹舉着風車往村外的小土丘跑，一邊跑一邊回頭喊他阿紫，登高高。夕陽把孩子的臉照得紅撲撲的，像2顆熟透的茱萸果。朱瑜下意識伸出手想追上去，可下一刻暖黃的日光忽然散了，他看見的不再是奔跑的孩子，而是冷雨裡早已垂落的2雙小手，手中的金針落在地上。他最想救的人終究還是沒能救下。9月9日是重陽，也是朱瑜的生辰。從那以後再沒有人喚他一聲阿紫，直到那一年連翹把他從黃花叢邊喚醒，朱瑜這才發現忙了一整天的自己竟靠着籬笆睡着了。小師妹看着他眨了眨眼，笑着說，師姐生辰快樂。歲往月來，又是一年9月9。後來連翹又湊到他面前，小聲問，師姐你這麼好，就像我的親阿紫一樣，以後我能不能叫你阿紫？話音剛落，旁邊幾個小豆丁也擠了過來，我也要，還有我。朱瑜看着他們鬧成一團，終於笑了笑。他說好。從那一天起，他又有了一群需要牽掛的人。當初他最想救的人沒能救下，所以後來遇見的每一個人，他都不願再鬆手。朱瑜拜別師父，背上行囊離開清溪的那一刻，還是忍不住回了頭。山門旁的竹林間，孫苑靜靜站在那裡，那是師父來見徒兒的最後一面。臨別前，孫苑仍在勸他，一命一嫁，你要救的人太多，這樣的嫁沒人出得起。朱瑜望着師父，問出了心中壓了許久的問題。師父，我們總說一命一嫁，一命換一命，可盤算的為什麼總是旁人的命？為什麼不能是我自己的？這一問，我也想去問問世間人。辭別之際，孫苑將一件紅繡軟甲交到朱瑜手中。朱瑜跪下，鄭重叩首3拜。起身後，他走出清溪山門，再也沒有回頭。從此，清溪山中少了一位常帶着師弟師妹採茱萸的師姐，而開封城裡多了一位懸壺濟世、力抗北敵的紅繡仙。一命一嫁，如果救人一定要有代價，那我的命又算不算其中之一呢？從那一刻起，朱瑜便把自己的命放進了這杆秤上。公元946年，契丹大舉南下，後晋将領王欽率領部下于義士死守滹沱河，力戰至盡，最終殉國。主帥杜重威脅迫全軍投降，後晉主力就此瓦解。次年正月，契丹鐵騎南下，沿路劫掠不斷，開封城破，後晉出地被俘，後晉至此滅亡。
耶律德光入主開封後，仍縱容騎兵四處打草谷、搜糧奪馬、掠財抓人，汴京一時淪為煉獄。黃河之畔，開封之北，便是博浪沙。博浪張氏世代以河伯之名鎮守黃河，可本該擔起這一代河伯之責的張彥霖，卻在開封危局中離開博浪沙，去了他向往已久的江南。張燕青後來在寫給張錯的絕筆信中，記下了那一刻的絕境。河伯缺位，大局無人可掌。契丹軍自孟津南渡，眼看就要打到博浪沙。後晉官軍聽聞朝廷已亡，盡閉城棄甲，望風而逃。張氏一族剩下的多是婦孺老幼，黃河邊的百姓也已無處可退。到了這個時候，張家能守的已不只是堤岸，還有黃河邊這些無處可逃的人。絕境裡，張燕青想出了一個鋌而走險的計劃。他要先借張家河伯之名穩住眾人，再以此身份詐降契丹，等待時機，以黃河之水破敵。2月，劉知遠在太原建立後漢，中原各地藩鎮勢力相繼歸附。3月，耶律德光因中原反抗四起，率主力北撤，留蕭漢鎮守開封。幾番輾轉，張彥霖終於望見了他向往已久的江南春色。那時南方桃花正盛，可命運偏偏在此時讓他與一個風塵僕僕的綠衣女子擦肩而過。他還給他落下的帷帽，他贈與他親手煉成的丹藥。張彥霖問：“這是什麼藥？”朱瑜答：“救命的藥。”“你要救的是什麼人？”“救開封一城之人。”所謂命運，總是當你想逃離時，便會趁機抓住你。耶律德光北撤後，雖張榜安撫百姓，卻依舊沒有約束留守契丹軍的剽掠，汴京內外民不聊生。普通人能不淪為刀下亡魂，已是萬幸。更可怕的是，在饑荒、劫掠與軍紀崩壞之中，人甚至會被當成牲畜一般踐踏、驅趕、宰割。所謂亂世，人命之輕，盡至於此。在這座城最狼狽的時候，朱瑜背着藥箱從江南趕到了開封。他走進城中，映入眼簾的是被契丹鐵騎踐踏過的街巷，是燒成焦土的屋舍，是衣不蔽體的百姓，也是臥滿路旁無人救治的傷者。那時太醫署還是皇城裡專為貴人們看病的官署，可契丹入寇，城中貴人幾乎逃散一空，太醫署的大夫們反倒不知該給誰看病了。契丹人不願救，城中人又只怕救不過來。直到朱瑜帶着受傷的百姓與將士們走了進來，這一幕才像一把火，叫醒了這群迷茫的醫者。大夫們看着他，看着他身後那些還在流血發抖卻仍想活下去的人，終於明白過來，治病救人哪還分什麼救不救得過呢？契丹入城後，開封良藥斷絕，許多人沒有立刻死在刀下，卻在飢寒、失血與露宿中染上寒症。清西門中本有參連斷續湯，可方中藥材名貴，救得了一人，卻救不了一城。朱瑜便去掉其中難尋的珍貴藥材，改用百姓家中尚能湊出的常備之物，另調成一味專治寒症、可救急吊命的茱萸湯。而朱瑜也很快走出了太醫署，他常孤身行走於開封街巷，斬殺私通契丹的奸賊，除去欺壓百姓的惡霸。每次事畢，他總會在現場留下一片金葉。從此，開封城中開始流傳起金葉俠客的傳說。只是那片金葉究竟從何而來，便是一夜平生裡的故事了。4月，亂象仍未平息，留守的契丹軍仍在城郊鄉野搜糧奪財，搶走的不只是百姓家中的金銀細軟，還有他們熬過明日的米糧、衣物與藥材。那時，朱瑜正和大相國寺的燃燈僧一起熬制茱萸湯。他聽聞契丹兵押着搶來的財物經過楓丘村，便強撐着疲憊追了出去，截下了那隊契丹兵。彼時的馮夷還只是個被捲進亂局的賣魚郎。契丹猛將橫刀劈向他時，是朱瑜一劍擋住了殺機，又轉身一腳將馮夷也踩在了地上。這樣的出劍實在算不得浪漫。從太醫署到南門大街，從開封城中到楓丘村外，朱瑜救人的地方越來越遠，捲入的亂局也越來越深。朱瑜從不信神，若這世上真有神明，開封城破時，神在哪裡？百姓跪地求生時，神又在哪裡？所以，當他看見博浪沙張氏以頭龍撿奇語，又以河伯之名受百姓跪拜時，對神的厭惡達到了極致。世上諸神不過魍魎，
可偏偏世人就是信。他甚至已經點燃火折子，想一把火燒了這場愚弄百姓的河伯祭儀。可看着面前虔誠下跪、哭求平安的百姓，朱瑜沉默了很久，終於還是熄滅了手中的火。這時，身後有人開口說道：“有時候人總得相信一些什麼。”朱瑜回過頭，才發現說話的人正是張家如今的第67代河伯。他問朱瑜：“相信是世上最好的良藥，女俠，你信不信？”朱瑜答：“信，可我的信不是信天、信地、信神佛，是信自己。”張家公子拋出手中的投龍鐧，落在了朱瑜掌心。如果有一天你成了河伯，我希望你還記得今日的話。張燕青從這個不信神的紅袖女俠身上看見了一種極其矛盾，卻也極像河伯的東西。從這一刻起，朱瑜第一次真正觸碰到了河伯二字背後的意義。河伯本是黄河水神的古老信仰。相傳大禹劃分九州，疏通河川，遇龍治水，三過家門而不入。洪水退去後，天子賜下象徵功業的玄龜，嘉獎他的治水之功。自此以後，那些敢以凡人之身與洪水爭命的人，便也一步步走進了河伯的傳說裡。公元前109年，漢武帝親臨扈子，乘白馬玉璧於黃河，百官復興，伐竹為劍，終於堵住了這場持續20餘年的大決口。伯浪張氏因治水有功，受朝廷封為河伯，從此世代鎮河。他們未必真是神，卻必須像神一樣站在黃河與百姓之間。可如今的張家只剩下婦孺老幼，根本無法完成這場水工契丹的計劃。張燕青自己也功力微薄，即便有秘法在手，也無法真正驅使龍王。他能做的是親自背下詐降的罵名，將契丹一步步引入局中。所以張家需要一個新的河伯，一個能駕馭龍王、護住百姓，也能替這場水工走完最後一步的人。而朱瑜正是張燕青在絕境中看見的那個人。於是張燕青將水工契丹的計劃與張家控龍秘術告訴了朱瑜，也把自己最放心不下的孩子托付給了他。5月，在洛神的協助下，張燕青以河伯之名假意歸附契丹，說服契丹軍駐紮在於百川附近，將這場早已埋下的計劃推向最危險的一步。如張燕青所料，這場假意歸降很快被百姓視作叛國投敵，張家也因此背上罵名。可他既然選擇了這條路，便早已知道自己再難向世人解釋清楚。比起身後親民，他更想保住的是黃河邊這些無路可退的人。去往萬古一人殿前，朱瑜與馮夷一同立下血誓，替張燕青守住詐降與水工背後的真相。走進店裡的那一刻，朱瑜才真正明白河伯二字背後藏着怎樣的代價。有人活成神是為了高高在上，受眾人香火，可真正的河伯卻不是這樣。從大禹到李冰，再到王璟，那些被後人記住的治水之人，哪一個不是以凡人之身去和天災爭命？河伯尋龍莫問蹤，長林苦盡化真龍。歷代河伯沒能找到傳說中能翻江倒海的真龍，反而在黃河暗流深處找到了一種異於尋常的大魚。殿中古卷記載，黃河河道因暗流阻塞，積洪難去，而暗流深處恰有一種怪靈大魚，以河底淤泥為食。朱瑜讀到這裡才明白，原來自禹至今，世代龍王竟都是由此法所造。他們被歷代河伯以劇毒入藥，剖骨入卵，強行改造成所謂的龍王，再馴化為治水之物。這方法異常殘忍，服藥3個月後，大魚將會靈血盡退，痛苦非常，能活下來的百不存一。即便僥倖活下來，也只是有了被馴化成龍王的可能。可這樣的龍王，最多只能清醒15年。15年後，藥效一盡，他便會失智發狂。朱瑜終於見到了張家口中的龍王。若神話中真有掌管大河的龍王，那麼眼前這只大概就是世上最可憐的神獸。朱瑜看着他，取出丹藥拋了過去，哪怕只能減輕他幾分痛苦，也已經值得。後來他按照張燕青教的方法，讓龍王認了主，並為他起名阿魚。從這一刻起，朱瑜正式接過了第68代河伯之名。她不再只是獨自救人的敬業女俠，
他開始將開封城中那些分散的船戶、義士與普通百姓聚在一起，成立了龍交幫。船上的漁民、剁肉的廚子、黃河裡的撈屍人，甚至市井的毛賊，他們長着普通樣貌，使着普通武藝，過着普通生死，卻偏偏有着與普通毫無關係的豪情壯志。今時今刻，驅逐契丹，來年來日，黃河波平，不興風雨。這些話，常人說出來未必有人信。可不知為何，從朱瑜嘴裡說出，便有了萬鈞之力。連那個最不願被麻煩纏身的鹹魚郎，也在不知不覺間被他帶進了這條名為龍交幫的河。6月，中原亂象叢生，蕭漢再也無力維穩，只能棄城北逃。朱瑜便率領龍交幫眾御龍引黃河之水，重創契丹軍。不久後，劉知遠率領後漢軍南下，進駐開封，中原政權由後漢接管。江湖傳言說，那一日，失蹤已久的河伯御龍而出，持劍敕令，滔滔濁流化作9天水龍，將無數契丹兵士盡數葬入黃河。江湖上自此傳出河伯有一寶，名為四海寶珠，可呼風喚雨。可朱瑜聽後，卻只是拍了拍阿諛的頭，笑着說：“哪有那麼誇張？都怪你長得怪，嚇到人家了。”說完，他又丟給他一瓶丹藥。阿諛不滿地撥了撥魚鰭，向朱瑜濺去幾朵小水花，像是在嫌棄主人胡說八道。然後他才慢悠悠潛回水底，再不想理睬主人偶爾的調皮。此刻的朱瑜已經不再是當初那個厭惡神明的紅袖女子，她仍舊不信天上的神。可她終於明白，若世間真的需要一個河伯，那這個河伯便不該只是高坐神壇，他該站在水裡，站在人前，站在所有人都以為無路可走的地方。只是朱瑜同樣清楚，張家用藥造龍治水的辦法，終究是飲鴆止渴，絕非長久之計。他曾聽說，莫山道的鵲在745年造出過一種名為流水的機關，可控天下流水。張燕青也已經找到了其中一只機關鳥。如果能在15年內找到莫山道的人，復原出當年的流水機關，或許就有可能根治開封水患，終結這套以痛苦換太平的河伯制度。水攻之後，契丹軍發現受騙，打算報復張家。張燕青知道張家已被推到絕路，契丹人的報復遲早會來，百姓眼中的罵名也已經無法洗清。既然如此，不如由新任河伯親手殺死他這個投敵叛徒，讓百姓重新相信河伯仍會站在他們這一邊。於是張燕青將自己的死也托付給了他。在外人眼中，朱瑜提着張家家主的頭走出舊宅，綠衣染血，仿佛親手終結了博浪張氏。從此江湖傳言裡，張家家主死在朱瑜劍下，博浪張氏也因叛國投敵而覆滅。受張燕青所托，朱瑜帶走了他的兒子張錯，將他收為養子。948年正月，後漢高祖刘知遠病逝，影帝劉承佑即位。950年11月，劉承佑猜忌重臣，密诏誅殺鎮守鄴都的郭威未遂，反而屠盡郭威留在開封的家人。郭威悲痛欲絕，起兵南下，後漢軍隊潰敗，開封陷入大亂。劉承佑在出逃途中被殺，後漢政權至此崩塌。許多像沈一倫一樣的百姓，轉眼便被推到了活不下去的邊緣。而他的兄長沈一人，則成了後漢敗兵中的一員。兵荒馬亂中，以沈一人為首的一群敗兵被追捕流亡，躲入山野，漸漸成了流寇。他們原本不敢輕易下山，可山中無糧，肚子一天比一天餓，人心裡的惡念也被一點點逼了出來。鄭家雖早已不是什麼顯赫門戶，卻仍有施粥濟人的習慣。鄭鄂也常將省下來的乾糧塞給路過的饑民。朱瑜曾經路過鄭家，也收到過他遞來的一份乾糧。直到這一次，沈一人等人恰好看見了鄭鄂和鄭阮省下來送給沈一倫的糧食，飢餓與惡念一起燒起來，便再也壓不住了。他們抓住鄭鄂和鄭阮，一路衝進鄭家宅院，見人就殺，見糧就搶。那一夜，正是百年門庭在漫天火光中付之一炬。離開清溪前，師父曾告訴朱瑜，良善是亂世中最可貴的品格。那時他尚不明白，直到一路走到開封，見過太多流離、飢餓、殺戮與背叛，他才終於懂得，亂世中的良善之所以可貴，並非因為人心本惡，而是因為它最難活。
他未必敗給屠刀，卻常常熬不過人心之惡。朱瑜趕到時，鄭阮已經死在沈一人刀下。他拔劍殺了沈一人，將鄭鄂從那場屠戮中救了下來。火光仍在燃燒，血色映着鄭鄂的眼睛。他跪在屍骨之間，單薄的脊背孤零零挺着，目光一點點沉下去，像是快要被這場人心之惡吞沒。朱瑜看着他，忽然想，這個孩子雖然從屠刀下活了下來，可他還能不能從人心之惡裡活下來？就在這時，廢墟深處忽然響起一聲嬰兒啼哭，那是被人藏起來的鄭家幼子。天光照進斷壁殘垣，也照見了朱瑜手中染血的劍。朱瑜收劍入鞘，向鄭鄂伸出了手。那場暴亂過去數月後，綿陰冢的荒地上又立起了無數新墳。鄭鄂跪在墳前，始終想不明白，自己明明只是想救一個快餓死的朋友，為什麼最後竟會害死這麼多無辜之人？會不會亂世之中本就不該存在善良？朱瑜卻告訴他，你沒有錯，行善永遠是對的。如果善良有錯，那你我根本就不會相遇。鄭鄂聽着這句話，目光卻落在了朱瑜握劍的手上。他問朱瑜，你能夠踐行你的善良，是因為你有力量，可我不能，是不是因為我的手上沒有刀？朱瑜沒有立刻回答，因為他在拔劍救人的瞬間，其實從未想過這麼多。可鄭鄂已經跪了下來，求他收自己為徒。他不想丟掉自己的善良，也不想讓這樣的慘劇再度發生。那場大火之後，鄭鄂拜朱瑜為師，加入了清溪。餘下的鄭家人也離開了承恩鎮，搬去了達安村。951年正月，郭威正式登基，建立後周。953年3月，郭威養子柴榮任開封府尹，晉封晉王。主政開封後，柴榮仍記得朱瑜當年在太醫署救護災民的舊事，便延續舊例，讓太醫署也向普通百姓開放，並在此建造朱瑜亭，以紀念他的懸壺救城之意。他又令王溥在開封府衙前設立昭雪天聽谷，與朱瑜、馮夷、石守信等人在此盟誓，結為同袍。他們立誓共守黃河，抵禦北敵。水發則鼓鳴，鼓鳴則同袍至。954年，郭威病逝，柴榮繼位。同年，開封東郊因水勢天災引起地陷，爆發毒疫。中毒之人起初只是身寒肢冷，筋脈拘急，可隨着毒性加深，神智也會漸漸喪失，最終變成孟夔。而這場災禍的源頭還要追溯到更早以前。900年前後，清溪弟子孫不棄偶然在銀淵找到了絕跡數百年的長生古蟲，也自此走上追逐長生之術的歧路。他最初追求長生，其實並非為了害人，他想讓世人免受病痛之苦，也想讓醫者不必再為救死扶傷而犧牲。可銀淵的實驗最後並沒有帶來真正的長生，反而讓獲得不朽之軀的人逐漸失去自我，淪為孟夔。孫不棄的理想就此崩塌，可他沒有回頭，反而走向了另一條更極端的路。920年左右，水月先生攜孫不棄與孫苑遊歷天下，途經開封。在毒物叢生的隱霧林中，孫不棄發現了朝生木落花。這種花原本無毒，甚至可以入藥，可孫不棄卻將一種罕見品種混以寒毒煉化，使它漸漸沾染了毒性。孫不棄從此棄醫從毒。水月先生發覺此事後，將孫不棄重傷逐出清溪。可他當年封存於隱霧林中的暗室、丹房與手札，卻沒有就此消失。直到954年，水蝕地陷，那些本該被埋在地下的舊物重新暴露在世人眼前。一開始是東南邊的隱霧林中突然出現了一種奇怪的寒菌，人只要接觸到，便會引發寒症。隱霧林本就水氣深重，毒瘴難散。數月之後，林中霧氣也漸漸沾染毒性，眾多植被和生物皆受其害。朝生木落花之毒便這樣一點點蔓延至整個開封東郊。遷至達安村的部分鄭家人也染上了毒，其中就包括鄭鄂。朱瑜了解此地情況後，立刻寫信向師父孫苑求援。孫苑帶着清溪弟子桑寄生等人來到開封，在臨幸村建立6級館，收容醫治中毒的百姓，並向當地人傳授醫術。翟旭便是在此時拜入清溪門下。
之後，他與朱瑜、孫苑、鄭鄂一起在千緣坞研究朝生木落花毒的解藥。可此毒牽涉神秘蛊毒與孫不器不為人知的煉毒之法，僅憑清晰藥理實在難以攻破。2年過去，他們始終無法根治花毒。朱瑜一門心思全撲在解毒之法上，甚至罔顧自身安危，深入隱霧林中，以身犯險，只為找到孫不器當年留下的研究手札。可他最終沒能帶回那本手札，反而不幸染上了朝生木落花毒。孫苑替他診過脈後，什麼也沒有說。可他到底沒能藏住眼底那一點沉色，輕輕蹙了蹙眉。南方的茱萸到了北方，難免枯萎乾癟。那時的茱萸也像這株扎根北地的枯茱萸一樣，他從江南清溪來到開封，救了許多人，卻也把自己一點點耗在了這裡。後來孫苑返回江南清溪駐地，卻仍一直惦記着2個中毒的徒弟。不久之後，茱萸也突然離開了千緣坞。而在茱萸離開之後，吳興谷和秀金樓也得知了朝生木落花之事，相繼趕到開封。於是清溪、吳興谷、秀金樓3派為尋找孫不器留下的研究成果，陷入一場血戰。此戰之中，眾多清溪弟子犧牲，最終捲入那場血戰的人大多變成了孟奎。直到多年以後，我們在隱霧林中遇見翟旭，才終於一點點拼回當年的舊事。之後我們幫翟旭取回了吳興谷與秀金樓留下的研究成果。翟旭將清溪醫術與2派毒理合流，終於研制出一帖能有效抑制寒毒的藥方。有了這帖藥，我們得以深入隱霧林深處，帶回了茱萸當年沒能拿到的孫不器手札。959年，柴榮北伐契丹，一舉收復3州17縣。可就在準備進軍幽州時，他突然病重，被迫撤軍。病重之際，他提拔了趙匡胤，接任殿前都點檢之職。同年6月，柴榮病逝於開封。7歲的柴宗訓繼位，扶太后垂簾聽政，後周自此陷入主少國疑的動盪。960年正月，開封城中傳起點檢做天子的讖言。在這段風雨欲來的時日裡，茱萸終於不得不承認，自己大概等不到莫山道的回信了。自947年接任河伯之後，他一直在尋找能讀懂並復原流水機關的莫山道人，替黃河找到一條不必再依賴化龍丹的路。但滹沱之戰後，莫山道遭受重創，此後便長期封閉自守，與山外隔絕。張萬師本該是最有可能回應茱萸的人，可他也早已失去了當年治水的心氣。他曾因權貴給出的錯誤水文記錄誤判汛期，沒能預見那場大水，百姓流離失所，他也被這場失敗壓垮，從此把自己封閉進了墨守之心。如今孤雲預言之期已盡，3日後洪峰將至，茱萸身上的朝生木落花毒已深入骨髓，藥石罔治。其實當年他師父蹙眉的那一刻，茱萸便知曉了一切，也想好了一切。茱萸希望以化龍丹造龍治水的輪迴能在他這一代結束，可他等不到莫山道，也救不了自己，更無法親手保證阿諛的結局。人生走到這一步，他已經不再指望天道會給他一個答案，他唯一能做的是把這份未盡之事托付給還能替他走下去的人。於是茱萸留下遺書，若他死在這場洪水裡，15年之期到後，便請張燕青替他送阿諛上路。而他給自己留下的則是九轉斷腸散。九轉斷腸散本就是劇毒，卻能暫時壓住朝生木落花毒，助茱萸恢復全盛功力。他何嘗不知道，這味藥一旦服下，便再無回頭路。可若真到了不得不用命去擋的時候，他至少要讓自己還有拔劍斷浪的力氣。他沒有當面告訴馮夷，只悄悄給他留下一封信，不是要他阻止自己，而是希望他能成全。洪水欲來，他早已把自己的命放進了這場代價裡。畢竟他想保的從來不是自己一個人的生死，而是全城人的命。正月初4，開封暴雨，洪峰過境。那時正逢臨汛，黃河兵臨阻塞河道，水位被一點點抬高，最終漫過堤岸，撲向開封西北。茱萸趕到開封府衙前，敲響了那面昭雪天聽鼓，請求救災回援。隨後，越來越多石家村的人也聚到鼓前，跟着他一同擊鼓求援。鼓聲震天，響徹開封，
城中卻無人回應。洪水越來越大，鼓聲越來越響。後來失散親人的痛哭，孩童慌亂的叫喊嵌在這鼓聲之中，鼓聲漸漸蓋不過哭聲。再後來，哭聲停了，鼓聲停了，哭的人死了，鼓也碎了。石家村的人敲破了鼓，卻沒叫回那本該回原的望遜人石守信。昭雪天聽鼓破碎的瞬間，他的新主正黃袍加身，被他親手迎入開封。也許那一日，開封城裡有太多更大的事要發生。歸來的軍隊要入城，新朝的秩序要落定，天下也正等着從5代的亂局中掙出一條路。可黃河不會等新朝站穩腳跟，於百川的百姓也等不到那一日之後的太平。有些足以改寫天下的大事，即便並非出於惡意，也仍會在碾過人間時壓碎許多無辜的人。宮城之內，新朝正在誕生；黃河之上，舊盟正在破碎。望着於百川被洪水逼得哭喊奔逃的百姓，朱瑜終於服下了早已備好的9轉斷腸散，帶着龍蛟幫眾奔赴戶子堤。人有了無懼蒼天的膽魄，便才有資格成為這萬古一人的河伯。戶子堤破，漫天皆是滔滔濁浪時，朱瑜第一次覺得自己有了河伯的膽魄。朝生暮落之毒，既還以寒氣蝕骨，亦可催動寒毒，成就曇花一現等朝生暮落。龍蛟幫眾從未見過那樣的朱幫主，他談笑慷慨，揮刀斷浪，玉龍延遲，如同神將。龍蛟幫的欠歌終於在朱瑜高亢而堅定的呼喊下再一次響起。那是朱瑜最後的歌聲。抗洪历劫之後，他遭到神秘黑衣人偷襲，最終於戶子堤附近身亡。他死於無人回應的鼓聲，死於暗處刺來的刀，也死於新朝誕生時一同破碎的舊約。當年張燕青托孤的時候，馮夷不懂他為何要戴上河伯的面具。明明自己只是凡人一個，為何要貼金塗泥去做泥塑的菩薩？朱瑜卻只是笑笑說：“泥菩薩便算不得菩薩嗎？過河的泥菩薩非是融在了水裡，只是回到了眾生。”朱瑜死後，屍身因毒性太強，無法如常下葬，只能由任重山以特殊玄棺封存。河伯之位空了，龍蛟幫也再難回到從前。至於馮夷後來如何接過河伯之名，龍蛟幫又為何走向分裂，便是天上來中的故事了。962年，萬古一人殿的龍冢前，我們戴上河伯面具，手持茱萸劍，一步一步走向發瘋的龍王。阿宇這一生明明什麼都沒有做錯，他只是在按照人類賦予他的命運活着。在阿宇還不足以稱之為龍王的時候，他便已經知道歷代河伯所持的茱萸劍都是為了在15年之期到來後親手終結龍王而存在。但他的主人茱萸卻將那柄本應握在手中的劍埋進了地底。他想等莫山道的回信，等流水機關帶來另一種可能，也等這世上不必再有下一條阿宇。阿宇也知道最後一次見到這柄劍的時候，便會與他的主人重逢。他一直等待着這一天。瘋掉的阿宇仍舊認出了那副河伯面具，他以為自己終於等到了主人，只是這場遲來的重逢終究也是最後一次送別。阿宇倒下之後，籠罩於百川的大雨終於停了。萬古一人殿外，苦苦祈求河伯顯靈的百姓抬頭看見雲開雨霽，以為河伯真的聽見了他們的祈願。他們不知道，所謂神明顯靈的代價，是殿中那條魚終於走完了自己被人類定下的一生。他生來為治水，瘋癲為治水，死去也仍是為了治水。我們也因這場機緣走上了茱萸曾經走過的路，接過他留下的金葉，戴上他的河伯面具。15年前，他以金葉俠客之名傳遍開封，以河伯之名鎮守黃河。15年後，我們也成了故事裡的金葉俠客，還替他送阿宇走完最後一程。所謂河伯歸來，並不是某一個神明重新降世，而是仍有人願意像茱萸當年那樣，繼續走向那些無人願去卻總要有人去的地方。人這一生如此短暫，未必真能等到黃河澄清的那一天。只要還有人記得，還有人願意接過他手中的金葉，故事便不會死，俠客便不會亡。當年救急吊命的藥湯，
如今成了百姓家中的熱湯。到最後，茱萸把自己的枯萎也變成了救人的藥。天下地下水中央，何處不是故人？我是阮阮，專注深度梳理烟雲劇情故事。